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英国大选后，政府将面临巨额债务，限制了工党或保守党在任时的政策。接下来，美联储宽松言论导致金融市场环境改善，使降息变得更困难。下一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出人工智能使用准则，要求竞选活动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但该计划因各民主党竞选组织担心限制人工智能部署和得罪人工智能行业捐助者而搁浅。该委员会仍在寻求共识。让我们关注，由于房产价值上涨，退休夫妇面临更高的房产税，这导致他们用于可自由支配支出的资金减少。为了减轻负担，一些州提出了限制或削减房产税的提议。让我们关注，特朗普加入了字节跳动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抖音。此前，他曾尝试禁止该平台，该平台因中国所有权而面临拜登政府的诉讼。让我们关注，股息股是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基石，其产生的被动收入可降低股票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现在是考虑5只久经考验且可靠的股息股的购买时机，包括高收益率的 Hercules Capital 和 Horizon Technology。下一条，欧佩克加计划将关键产量减产延续至下半年，以避免全球供应过剩并提振油价。减产额度约为每天200万桶，并将讨论将每日总产量上限延长至2025年。让我们关注，沙特阿美价值120亿美元的股票在交易开始后不久便售罄，这将为沙特政府筹集资金以资助大规模经济转型计划。让我们关注，为满足制造业需求，全球供应链提供商 Kuhn 加 Nagel 在德州 El Paso 建造一座36万3000平方英尺的物流仓库。接下来这条，南非执政党非国大在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开放与任何对手讨论合作，但非国大前秘书长表示，任何联合必须以拉马福萨总统为首，为与祖马领导的非国大军事义结盟设置了高门键。接下来这条，5月股市收跌，科技股热潮消退。本周关注月度就业报告、私营部门就业空缺和工资增长等数据，以了解美联储加息周期路径。最后这条是，纳斯达克首次突破17000点，科技股受 AI 推动上涨，但 Salesforce 财报表现不佳，引发对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担忧，需警惕潜在警示信号。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